吃到5根油条，人都会有事啦，更何况是小狗。哎呀，毕加索会没事的啊。我看你们应该是肚子饿了，我先打包一些食物给你们了，我等下回来。泡咖啡需要泡那么久吗？你为什么不盖好那个油条？我怎么知道毕加索会跳上椅子吃桌上的东西？我早知道就把东西盖好啦。你每次都是早知道，我讲了很多次啊，你要注意，你就是不听啊，以为不会有事。好了，现在出事了，我也不想啊。你也不想。这一次是油条，那上一次呢，把毕卡索弄不见。你每天呢都心不在焉，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啊，你看呢、每次讲你就是这个态度了。我什么态度？是啦，都是我的错。那我跟毕加索说对不起，你满意了吧？如果毕卡索有什么事，都是你害的。孩子没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医生说过这胎不稳，要我们多注意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除非家着火，不然不要出门。你就是不听啊！我听走卖 ice cream 的阿哥来了，我很想吃 ice cream， 我怎么知道我下楼梯的时候会踩空跌倒？出门就一定会有危险啊 ！ice cream 不能等我放工回来才买吗？对不起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急着出门？我都跟你说了，ice cream 阿哥每次只逗留1个小时，我真的很想吃 ice cream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为什么死都要出门啊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好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孩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可以吗？你满意了吗？医生，毕卡索怎么样了？他没事。那毕加索为什么会吐？是不是油条有问题啊？狗不能吃太多油腻的食物，一下子吃太多容易刺激肠胃，导致消化不良。现在呕吐是小事，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胰腺炎。医生啊，那毕加索没事，今天可以回家了吗？还需要观察1天，明天才能回去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毕加索有医生照顾，他也没事的。我先载你们回家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毕卡索。妈，你不要太自责啦。爸会这么生气，是害怕会失去毕卡索。你也可知道啊，他们现在可是称兄道弟的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失去会让一个人很无助。如果还是自己造成的，那就会更内疚。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你看毕卡索不是没事了？这个你就不明白了。很多事情啊，不是像这个冰淇淋一样融化就消失的。每当午夜梦回，那种感觉就会在心里出现，不断的折磨我，感觉好像我做什么都弥补不了。那些画面一直缠绕着我，就像电影一样，在我的心中不断的重演。碧雪穿这件衣服一定很好看。碧雪，你是不是等不及想出来看这个世界吗？等你一出生，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定会很疼你的。
不好意思啊，遇到麻烦的事情被耽误了。约人的人迟到，这一餐由你请。没问题，我会叫那个害我迟到的人付钱。那个人该不会是你老公吧？所以你说那个麻烦是一姐啊？别提他了，你们想吃什么尽量点，最好把他的零用钱给花完，这样他就没有心思想东想西。江楠啊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干嘛跟我道歉？我以为只要报警就可以帮你把那个人绳之以法，没想到还是没有用。是那禽兽太狡猾，警察已经把他家翻一遍了，还是找不到他威胁受害者的猥亵视频。是啊，算了吧。我相信那些视频早就被他毁了。这种性骚扰的案子就是这样，没有实质的证据是很难将他定罪的。可是想到他现在还在外面逍遥法外，就让人生气。我现在是担心以后会有更多女性受到伤害。Winter， 你不是跟 Coco 沟通过吗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很忠心，什么也没说。就算他有说什么，也不能成为证据啊。也是，只是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我们不能这样。我相信时间不会冤枉好人，但也不会放过任何坏人。我相信恶人有恶报，他坏事做那么多，迟早都要还你。与其听天由命，不如我来试一试吧。什么？我愿意做吹哨者，对外公开，把他的恶行说出来。你确定？你好，我叫张文玉，我算了，不拍了。It's OK， 没事。我可以的，你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？我陪你一起拍。哦，好啊，我们一起拍。你好，我叫张文玉，我被性骚扰了。对我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叫杜君仁，他看起来外表友善，很无害，也是一个金融公司的 VP， 但他却假借领养宠物，骗我上他的车，让我喝了有安眠药的饮料，试图在我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对我图谋不轨。我们是文玉的朋友，当我们发现有不对劲的时候，我们跑到杜俊仁的家，在那里找到了文玉。我们送他去医院，医生也向我们证实了，在文玉的体内确实有安眠药。文玉不是他唯一的受害者。我拍这个视频，不是想博取大家的眼球，而是这社会上的不公，让我意识到
坏人不一定会有报应，反而是受害者要自己去面对这一切。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站出来。哎，找谁？你好，安迪。请问家人在家吗？你找家人有什么事？哦，我是他旧同事，想找他叙叙旧。哦，旧同事，来，谢谢你啊！人来就好了，干嘛这么破费呢？不会，小事。来，进来，坐。来，杜俊仁，你怎么来我家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你这种人会道歉？小南，为什么这样？他不是你旧同事吗？妈，他就是害我失业的禽兽。哈，就是你害我女儿没有了工作，你的东西有没有拿回去？不是这样的，安迪。这是场误会，我这次来是想好好跟你谈谈的。没有什么好谈的，跟我出去。哦，走，出去呀！滚啦！滚啦！你们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呀，出去呀！你快一点走了，快一点啦！哎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是真的想跟你们道歉的。你又想做什么？你觉得 VP 的位置是我抢掉的，就当是我的错。你也不需要这样推人啊！我哪有推你？你给我站起来！佳楠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为什么要用密度来栽赃我？你走了，不要在这里演戏嘞！就算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帮我跟大家解释，安眠药真的不是我放的，文妮她本身就有吃安眠药，你不信你可以去查查看啊！你再闹，我报警了！报警？我真搞不懂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小南，这不是小南，好性感啊！激怒我，小南，你小心，快走啊！走，你们怎么了？妈，够了！再去，够了！幸好他跑得快，要不然我把他打到他妈的不认得啊！轻一点！哎呦！妈，你以为你还年轻啊？跟那个人斗？欧妈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杜俊仁今天来闹，妈把他赶出去，却闪到了腰。要不是你的扫把，我还赶不走那只瘟神呢。那个瘟神那么欠打，欧妈，你不应该拿扫把来打他，你应该用扫地机器人来砸他才对啊！哎呦！我也有想过嘞，可是扫地机器人这么贵，我不舍得。也对，你们胡说什么？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去报警，理亏的是我们，你们没有想过？哎呀，可是他真的太过分了，谁能受得了？妈，来坐。小南啊，刚才那只瘟神说什么 “Me too”？ 那什么东西来的 ？Me too 是一个口号，也是一个社会运动。欧妈是用来激励那些被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女性站出来抗议。听不懂，那他为什么说小南用 “Me too” 来栽赃他？什么栽赃他？妈咪是替天行道，惩罚坏人呢。好棒啊你！你要不去看跌打？等下我去带你去看。哎呀，对啊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你们看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觉得我抢走了你 VP 的位置？阿哥，是谁放上去的啊？应该是被人拍到。还有人留言说你们是恶毒母女，欺负文质彬彬的斯文人。哎呀，他们懂得什么叫斯文败类吗？这些人都不知道真相，还胡乱批评，太过分了。对呀。哎，妈咪，还有人留言说你是魔女，他们要肉搜你让你红。他们才是魔女啊！
文玉就是惯犯啊！他在大学的时候，曾经因为得不到高分，污蔑教授的名誉。不要被他的清纯的外表给骗了，其实他的私生活很糜烂的。 怎么了？妈咪在里面吗？宝贝，宝贝啊，开门，让我进去好吗？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。宝贝，你这样我们会很担心的。走开啦，让我静静好不好？谁都不想看。 Kito， 昨晚的晚餐你都没怎么吃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brunch， 记得要吃完哦。衣服洗好了，就放在沙发上，不要忘了拿进房。辛苦你了，传话筒。 过去美好瞬间变得伤感，来不及找寻答案。曾听说过那些不离不弃，最后也只是身不由己，孤单只能夜里狠狠哭泣，泪眼中慢慢睡去。一字一句对不起啊，妈咪最近心情不是太好，不是故意要冷落你的。曾经一点一滴无法抹去，所有伤口躺在心底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想起过去，现在和未来，我能感应，你一直都在。晚上泡给你的安眠茶有效吗？如果没有效，希望这个香包可以帮到你。如果还需要什么，都可以跟我说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和 Kito 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不要忘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永远是你最强的后盾。幸好有你跟 Daddy， 不管怎么推开你们都好，你们都没有放弃过我。你是怎么联系那些受害者的？是他们主动传信息给我，说我曾经被那个人伤害过。是你给了他们勇气，他们才会出来指证那个禽兽的。那他们有什么证据指证那个禽兽？所以没有证据吗？有那么多受害者站出来，难道不能证明些什么吗？没有实质的证据是很难立案的。这么多人，都没有一个人有证据可以指证他，
看来要对付他真的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不需要这么灰心，起码我们的视频得到很多受害者的关注，有更多受害者站出来，还会有机会的。你 OK 吗？你放心，我没事。你真的没事？我们那几天一直传简讯给你，你都不回。对不起啊，我让你们担心了。但是我答应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这样了。因为我知道，现在不只是我一个人去面对。这些花看起来不错嘛，先让宝贝看了，心情会好一点。啊 ，Kido， 你看 ，Kido，嗨，嗨，那些花是你买的吗？嗯。好漂亮啊！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出门的？我很担心你会一直关在房里不肯出来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会陪你一起面对。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对，还有 Kido， 我们会一起保护你的。我很担心你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在外面等。想着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，至少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走出来，向你坦白一切。我没有勾引我的大学教授，教授是个花心大萝卜，可是Ada很信任他，所以就认定我抢走了她男朋友。为了报复，就开始污蔑我。后来，我就认识了一鸣，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。然后我们就在一起。可是没想到他怎么样？他跟我在一起，纯粹是因为跟朋友打了赌。还说我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为了得高分才勾引教授。哇，他真的是个混蛋啊！那时候我就开始对人失去信心，害怕跟他们建立关系。那段时间，我感觉好像掉进了一口井。也没有想要往上爬的欲望，就一直想要躲在黑暗中逃避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熟悉的影子走向我。妈咪今天不跟你玩了，自己玩。哎呦，
满意吗？这样满意吗？反而是我自私，把对 Ada 还有一鸣的气都发在他身上。我很后悔曾经这样对过他。冲啊！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你会不会有点失望？其实我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。安息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只是因为你霸占了我的车位，你要找就去找那个撞死你的人报仇啊。老板，你人是不是不用钱？宫保鸡丁都可以煮成盐焗鸡啊，真是咸的啊。这种东西啊，应该只有狗才吃得下吧？给你吃饭，这里。那个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当时我的心跳都很快，我只知道我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所以为了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假装我自己很喜欢狗。我不怪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。但是我不是讨厌狗，只是没有很喜欢。不过跟 Kido 相处了后，他改变了我。以前我总觉得付出一定要得到回报，但 Kido 教我，爱其实可以很纯粹，很单纯。当你爱一个人，是不会在乎其他的事的。让你承受这么多，我不是个合格的老公。你还记得有一年我把 Kido 带回北京见我爸妈吗？记得 Kido 那时候病得很严重，你打给我，还一直哭。那时候哭到我自己都累了，睡着了。可是没想到早上醒来了过后，你还在电话的另一端，没有挂掉电话。当时我想到我无法在你身边，就感到很无助，所以即使你睡着了，我都不敢挂电话。所以在那个时刻，我决定你就是我想要嫁的人，一个能让我想一起面对未来的老公。冲啊！我应该早一点跟你坦白，但是我就一直说不出口。我不是一鸣，我绝对不会那样对你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结了婚过后，我有一直去看心理医生，我想去克服这个障碍。居然每次这样对你，对不起。
不怪你啊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是 Kido 和你，让我找回对人的信心。是你们让我克服这一切。辛苦了，让你承受这么多。虽然你的过去无法参与，但是你的未来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的。哦。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站出来，让那些加害者受到惩罚。嗨，你是 Kitty 是吗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想要问你关于杜巨人的事。你们有完没完啊？可以不要再来烦我了吗 Kitty， 我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。但是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所以求求你，请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其他的物证可以用来指证他的？我也求求你好吗？不要再做一些无谓的挣扎了。你看，你们做了那么多，还不是告不了他？算了吧。现在是告不了，但是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可能结果会不一样。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一定要交给警察，这样才可以保护你自己，保护其他女生。我现在只想远离是非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老公和孩子。我明白，可是你真的明白的话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们请自便。这么多受害者当中 ，Kitty 最奇怪了，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只是一直叫我们不要打扰他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他好像在故意隐瞒些什么。哎，你干嘛？不是生理期吗？还喝这么冰的？那，这样就没有这么冰了。谢谢。不想吃的话就不要吃，我去买你最喜欢的烤面包。嗯，谢谢。干嘛？我在做什么？还装？我都看到了，老色狼。哎，你知道安哥是谁吗？冲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，我已经报了警，有什么事跟警察说。我什么都没有做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姐姐。你们干什么？骚扰我不够，还想骚扰我女儿？她是你女儿？没有啊，刚才我们看再敢找我们，我就报警了。走。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地板太硬，所以睡不着？不是啦，我在想今天下午的那个小女孩，如果是我们女儿的话，我一定受不了
打那个老色狼2拳啊！原来你是为了那件事所以睡不着。我决定了，如果我们有女儿的话，我一定要送她去学什么跆拳道啊、空手道之类的，教会她怎么保护自己。那如果我们生的是儿子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教他怎么尊重女生，不要让他成为那种人。生儿子，你想要跟我生孩子啊？你不要乱想哦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知道，我在跟你开玩笑的。Dr. Lim 说的，我都还记得。需要时间平复，我不会逼你的。那如果我一辈子都不会好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就一辈子照顾你，除非你不要我。好啦，明天你还要上班，我们早点睡。嗯。虫啊，怎么了？不要再睡地上了，睡床比较舒服。真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会乖乖的，不会乱来。知道了。干杯！为我们终于把那个混蛋绳之以法，再干杯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也庆祝我老婆找到新工作，干杯！干杯！值得庆祝吗？赶快吃吧，我的食物冷了不好吃，不可以怪我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啊，我们什么大小事都是来 IOFeel Cafe 来庆祝？没办法啊，大家都在事业当中，所以只好来这里喽。不过目前为止，看起来你的工作好像最稳定，要不然你 sponsor 一点呢？哇，这个食物很好吃啊，文德煮的很好，真的太好了，那5星级厨师也比不上我。比店里的特技啊，比跑车还要快。哎，你弄到了。老实说，你们2个是不是在一起啊？No。No， 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了。Guys, seriously, we're just friends. How serious are you? Anyway， 要不是因为你们2个找到证据啊，不然那个禽兽很难被定罪的。来，我们为文玉还有崇良敬一杯。扯开话题，肯定有事。我看那个禽兽万万也没想到他会栽在一只猫手上。我也没想到 Kitty 的猫会佩戴 color camera， 把整个作案的过程拍下来。这就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只可惜我听律师说，他最多只会判8到9个月的牢。才判8到9个月啊，也太短了吧？这种案子本来就很难定罪的，他被判刑已经很不错了。他现在名誉扫地了，出去就像过街老鼠一样。我想他应该很难再去害人了。希望如此。不过文玉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是怎么说服 Kitty 的？说的也巧，我跟崇良遇到一个色狼在非礼一个小女生。当我们上去解围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女生其实是 Kitty 的女儿。哦。Kitty 也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有所领悟，所以决定做一个好榜样，让他的女儿知道，一旦受欺负或受伤害，就要主动面对，勇敢站出来反抗，这样才是最好的保护嘛。其实女人遇到这种事是需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它，尤其是面对外人的眼光，所以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。哇，他们好亮，哇，好亮，好亮，哇！你怎么了？吃醋啊？我哪里会吃醋？我有你吗？亲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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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下去！这种要求啊？哇！激动，放开，激动，亲下去，亲下去，亲下去！
嘉南 ，Ginger， 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我是想来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之前相信俊仁，误会你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不过你今天来找我，不只是为了道歉吧？我也想请你回来当公司的 VP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。新公司给你什么 offer， 我这里都可以给你。合作需要互相信任，可是如果有一方已经不相信另一方，那合作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想的，你知道，婚姻就像投资，我就是看走了眼，才会损失惨重，因此才会想去找其他的绩优股。其实投资需要考虑各种风险，如果很不幸的投资失误，那就应该有能力承担风险，而不是一直找借口。我承认是我的疏忽，其实要不是说嘛，我早就平仓退场，把亏损降到最低。如果不会分析利与弊，那就不应该投资，这样会伤害你自己，也会浪费成本。Good luck。宝贝，妈咪回来喽。Daddy， 妈。恭喜妈咪找到新工作！谢谢宝贝，我买了蛋糕，是你最喜欢吃的口味，我们一起吃蛋糕吧啊！我拿。哎，妈咪，你看外婆煮的你最喜欢吃的菜，你看。很丰富吧？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是啊，来，趁热吃。先吗？来，我们坐吧。好。等一下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错东西啊？他会不会是有了？不会吧？你的目光是我生命中的导航，黑暗中闪烁着曙光，指引我前行的方向。就像闪动的路灯，把天窗都点亮。你的陪伴给我能量，一个拥抱，你的微笑，给我呵护之中温暖的家。You're my everything, everything is you。你的存在。